乌克兰胜利计划公布，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解除对乌武器限制。印度也为乌克兰站台。库尔斯克乌军动用持枪机器人，新时代的战壕扫帚。22辆豹式坦克开入乌克兰，德国新一轮军援。台军强化近身肉搏能力，开始研发6.8毫米口径步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9月18号宣布，经过多次磋商，其胜利计划已经准备就绪，旨在为乌克兰带来和平的同时，保持国家强大，避免任何形式的冻结冲突。翻译一下，就是在永久或长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同时，保持乌克兰国家的国防力量。泽连斯基计划在下周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会议时，向美国总统拜登介绍这一计划。虽然该计划的详细内容尚未公布，但泽连斯基强调，其核心在于创建乌克兰可以接受的和平条款，以结束与俄罗斯超过2年半的冲突。他将2022年底提出的和平计划作为谈判的基础。该计划要求撤出所有俄罗斯军队，恢复乌克兰的后苏联边界，并采取措施让俄罗斯为其入侵行为负责。泽连斯基表示，除了和平之外别无选择，暂时停战或其他操作只会让俄罗斯延迟战争一段时间。在军事方面，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久前与包括总司令希尔斯基在内的乌军高层会晤，并商讨了当前局势。这次会晤产生了良好而有利的内容，这些内容将显著加强乌克兰的军事实力。但是出于安全考虑，泽连斯基并没有公布会议的详细内容，但大兵推测可能与库尔斯克正在进行的战事有关。与此同时，欧洲也终于开始审视曾经的绥靖政策，准备全力援助乌克兰。欧洲议会在9月19号通过一项新决议，呼吁欧洲各国立刻解除对乌克兰深入俄罗斯打击的限制。该决议以425票赞成、131票反对、6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该决议强调了在当前限制下，乌克兰无法充分行使自卫权，其人民和基础设施仍面临袭击风险。决议还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快运送武器、防空系统和弹药，并维持扩大对俄罗斯、白俄等国家的制裁。此外，决议要求全面禁运俄罗斯天然气，并要求德国捐赠金牛座导弹。他还强调，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必须建立在尊重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追究俄罗斯战争罪行的责任以及支付赔款是解决方案的重要方面。欧洲议会议员还呼吁所有欧盟国家和北约盟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不低于其 GDP 0.25% 的军事支持。欧洲议会是欧洲联盟事实上的2院制立法机关之下议院，是唯一的一个直选议会机构。虽然欧洲议会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它代表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并显示了欧洲正在积极地与俄罗斯对抗。比如2023年2月，欧洲议会曾通过决议，呼吁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战机在内的援助，而现在这些决议已经实现。2024年9月19号的决议解除了远程武器的限制。虽然这项决议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代表了欧洲的趋势，预示着解除限制可能很快到来。从决议中可以看出，欧洲不会放弃援助乌克兰，也不会用未来数十年的安全作为代价来绥靖俄罗斯这个自古以来的劲敌。毫无疑问的是，俄罗斯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麻烦。在西方的压力越来越大的同时，曾经和俄罗斯暧昧不清的印度也及时送来了背刺。近日，有关印度军火商通过欧洲中介向乌克兰运送炮弹的报道引发了国际关注。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俄罗斯对此表示反对，但印度政府并未阻止这一交易。报道指出，包括意大利和捷克在内的欧洲国家购买了印度的空炮弹，填充爆炸物后运往乌克兰。这些炮弹包括155毫米、120和125毫米等不同口径的弹药。俄罗斯政府已在多个场合，包括2024年7月，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印度外长贾伊尚卡尔的会晤中，向印度官员提出过这一问题。虽然印度长期在俄乌战争中处于摇摆态度，但由于其武器和能源进口对俄罗斯是有相当的依赖，
因此其对俄罗斯采取了相对友善的态度，甚至向俄罗斯出口了重要的军用芯片等。然而，印度总理莫迪在8月23号突然访问了乌克兰，并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包括国际法原则在内的多个议题，这标志着印度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战争研究所指出，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之一，其军事装备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俄罗斯。然而，印度也在寻求武器来源的多样化，并且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一转变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复杂。印度在维护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西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正如大兵之前的推测，随着俄乌战争影响的外溢，越来越多的国家无法再置身事外。可以预测的是，未来会有更多国家选择支持正义的一方。先来看一段视频。9月19号，乌克兰无人机团队放出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乌军最新的武装地面机器人 Fury。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Fury 机器人巧妙地避开地雷，同时使用机枪与爆炸性无人机和迫击炮协同作战，击败了一群俄罗斯士兵。据操作该机器人的乌克兰第8特种用途团第1分队的说明，该机器人在战斗中遭受了来自 RPG 和 FPV 的几次打击，但并无大碍，最终顺利完成任务并返回了回收点。这场战斗是位于俄罗斯沃尔菲诺村。沃尔菲诺呢是乌克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西部第2大的突出部。该方向的战斗在上周开始，尽管乌克兰军队在数量上是可能处于劣势，但它至少得到了一个高科技武装地面机器人的帮助。该机器人在2024年5月首次亮相，仅仅5个月之后，它就顺利完成了第1次任务。更令人惊讶的是，其初次登场的表现不亚于100年前首次出现在索姆河战场上的坦克。Fury 配备了4个轮子、1个接收操作员命令的无线电、数个摄像头和一个可远程操控瞄准的机枪。其主体非常坚固，而且有装甲板保护其最脆弱的部件。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俄罗斯也装备了类似的武装地面机器人，但其履带设计严重限制了该机器人应用场景，坑洞和弹坑、倒下的树枝、陡峭的斜坡都成为了障碍。由于体型缩小，原本在大型车辆上畅通无阻的履带式底盘，在小型无人车辆上变得非常鸡肋，反而限制了其机动能力。而 Fury 的开发者非常明智地强调了机动性，并给了他们的机器人大轮子、低重心和高底盘，拥有充足的离地间隙，这使得其在速度更快的同时，可利用轮子和速度带来的势能在战场上飞驰。乌克兰创新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5月份表示，菲尔机器人可以用于攻击俄罗斯阵地，并在突击过程中掩护我们的士兵。我们喜欢它的原因在于其控制系统容易学习，同时在无线电和视频通信方面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可以在全天候条件下拥有良好的视野并进行攻击。目前，在库尔斯克和顿涅斯克地区，乌克兰面临严峻的军事挑战，而 Fury 这样的无人攻击车的应用，对于乌克兰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 ，Fury 机器人的高机动性能够抵御轻型爆炸物的特性，使其能够在战场上快速部署，并对敌方造成意料之外的有效打击，同时减少自身损失。这种能力在乌克兰战场上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在多变的战场环境中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持和战术灵活性。其次，菲尔机器人的加入可以减少乌克兰士兵在高风险任务中的直接参与，从而降低人员伤亡。这对于兵力和资源可能相对紧张的乌克兰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资产。通过使用无人坦克，乌克兰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其军事人员，将他们部署在最需要的地方，同时保持对敌方的压力。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在乌克兰的广泛应用，乌克兰军队的作战方式也在逐渐转变。无人作战系统不仅包括地面机器人，还包括了无人机和其他智能化装备。这些装备的集成使用正在改变传统的战场规则，就像一战中刚刚出现的坦克一样。虽然现在可能还不成熟，但它的出现代表着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
德国在9月19号宣布了对乌克兰的新一轮军事援助计划，这一举措再次彰显了德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在这次援助中，乌克兰将收到22辆先进的豹一 A5 坦克，以及超过6万发的155毫米炮弹。在过去的1个月里，德国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一系列军事物资，包括坦克、反伏击车、全地形车、无人机、工程设备以及各类炮弹和小型武器。此外，德国政府还计划批准近4亿欧元的额外援助资金。这一决定是在德国财政部向议会预算委员会提出申请后做出的。他们强调，这是基于国防部的建议，以确保乌克兰能够在国防战争中获得必要的物资支持。尽管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和平倡议遭到了一些反对声音，但他继续推动对乌克兰的援助，显示了德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目前，欧洲各国均未放弃对乌克兰的援助承诺，欧盟也正在考虑批准高达400亿欧元的贷款，以继续支持乌克兰。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宣布，台军将从明年开始全面推行近战格斗训练。这一决策引发了广泛讨论。据防务部门参谋本部军事训练处处长刘慎墨介绍，近战格斗训练包括综合格斗和枪械格斗2个主要部分，旨在提高士兵在战场上的应变能力。刘慎墨处长表示，枪械格斗的特点在于将传统的刺枪术升级为更具有实战性的格斗方式，士兵们将学会如何使用枪械和刀具，并结合拳脚动作，快速应对突发情况，创造开枪的最佳时机。这一训练课程内容还包括了刺击、击打、砍击、防御以及武装压制等多种技巧，以提高士兵的综合战斗能力。为了确保训练质量，今年的近战格斗师资班已经有105名学员完成了为期4周的训练，并返回部队担任教官。计划在明年继续开展6个梯次的师资培训，预计到2025年，近战格斗训练将在全军范围内推行。顾立雄还透露，从明年开始，台军将逐步更新单兵装备，其中包括为陆军宪兵以及后备指挥部配发新式的 T112战斗步枪、光学瞄准镜、内红点瞄准镜以及战术枪灯等装备。这些新装备旨在提升士兵的射击精度和反应速度，特别是在夜间作战时发挥关键作用。军备局已经开始研发 6.8 口径的步枪，预计明年3月完成交付军种测试。同时，新的抗弹板也将在明年投入量产，能够有效抵御 5.8×42毫米步枪弹，进一步提升官兵的防护力。军备局副局长黄清培表示，明年计划量产25000把 T112战斗步枪，预计抗弹板的年产量将在6到7万套之间，确保按时为部队提供所需的装备。这些措施显示出了台军在提升战斗准备和士兵装备现代化方面的积极努力。你认为在现代战争中，士兵还有必要培训近身格斗乃至白刃战的能力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